永和9年，岁在癸丑，暮春之秋，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公元353年，东晋永和9年3月初3，琅琊王氏的代表，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后来淝水大战的总指挥官谢安等41名军政高官齐聚在绍兴城外的兰主山下，大家把酒言欢，舆论平生，最终促使王羲之创作出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然而，与眼前曲水流觞的美景格格不入的，除了王羲之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生死之事外，还有他那忧郁悲凉的眼神。因为不久之前，朝廷为了堵住桓温的嘴，硬是任命桓温的死对头殷浩为北伐军总司令，放着桓温这样赫赫战功的军人不用，却偏偏用殷浩这种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文官。也难怪王羲之会专门给殷浩写信，苦口婆心地建议他打不赢的仗不如不打，不要为了权力斗争强行北伐，不要白白浪费朝廷的钱粮人命。但上面的人拿着刀斗，又怎么会理会王羲之这种门第已经没落的世家呢？说话不好使的王羲之，最终还是见到令人心痛的景象：北伐军遭遇重大失败，战死15000余人。上期我们说过，慕容鲜卑部经过2代人的发展，已经顺利整合了关外。燕王慕容晃一方面磨刀霍霍准备南下，一方面小心翼翼等着后赵自行崩溃。结果师傅还没死，慕容晃本人就因为意外坠马先走一步了。公元348年，永和4年9月，慕容晃的第二子慕容俊继承燕王王位。按照老慕容家的惯例，新王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弄自己兄弟。第一代有慕容伟气走慕容吐谷浑，第二代有慕容晃逼走慕容翰，逼反慕容仁。到了这第3代，慕容俊也开始对自己的兄弟下手，比如那个非常经典的给自己弟弟慕容垂的改名事件。五弟慕容垂原名慕容霸，因为小时候摔跤磕坏了牙齿。虽然慕容霸笑起来像白云大妈似的门牙漏风，但是父亲慕容晃还是很喜欢他的，这就让嫡出的二哥慕容俊感到很难受。如今已经成为燕王的慕容俊一想起这茬就生气，再看慕容霸如此霸气的名气，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呢，慕容俊以燕王敕令的名义，将缺了门牙的慕容霸改名为慕容缺，即故意将慕容霸的生理缺陷用行政文件的方式广布天下，加以羞耻。这还没完，过了一段时间，慕容俊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一种谶言，说缺这个字能给主人带来天命和好运。这小心眼的慕容俊一听到这个又不开心了，再次下达指示，下令将缺右面的怪字去掉。就这样，慕容霸的名字一波三折，最终改成了慕容垂，也就是后世传说中的70年未尝一败的战神慕容垂。慕容垂面对这种幼稚又恶毒的羞辱，或许很愤怒，也或许像他的大伯慕容翰一样默默忍受，也或许没什么感觉。毕竟眼前的他可没有心情像二哥一样无聊到给人改名。因为此时驻扎在边境一线的慕容垂关注到了一个更为紧要的事实：后赵在崩溃。公元349年4月，后赵皇帝石虎死了。5月，新任的小皇帝石氏被兄长石遵斩杀。紧接着，镇守幽州的石冲又跳出来反对石遵。总之，后赵皇室之间已经杀红了眼。眼见此情此景，慕容垂认为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给二哥即燕王慕容俊上书说，石虎暴虐，老天爷看不下去，已经把他带走了。他那几个儿子现在正在互相残杀。我建议抢占时机，即刻起兵南下，谋取中原。与此同时，更加靠近中原的北平太守孙兴也从另外的渠道给燕王慕容俊送信，认为后赵政治上的混乱已经给慕容氏开创了南下的窗口，应当迅速出兵。但慕容俊对以上意见全部都否决了，而且还提出来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先王刚刚去世不久，不宜动刀兵。一听这种念经念傻了的话，慕容垂更是着急了，他火速飞奔到首都龙城，当面向慕容俊做了一次汇报，指出形势不等人，万一后赵度过了政治动荡，衰而复兴，到时候慕容部绝无可能拿下一个统一的中原。而且就算石家完蛋了，跟着石虎混的氐族羌族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万一他们当中有人下手快，凭借后赵故地成就霸业，到时候咱们反过来还得受他的威胁。虽然慕容垂已经急眼了，但慕容俊还在犹豫，他又找了一个军事上的理由，说虽然后赵的中央已经乱了，但是边镇还比较稳定。你看哈，后赵的征东将军
邓桓还驻守在乐安，要是我们进军，东线已经被邓桓给堵住了，只能走卢龙塞。但是要走卢龙塞吧，我又担心山高路窄，万一敌人半道夹击我们怎么办？怎么办？硬办！慕容垂凭借多年镇守边境的经验，劝谏慕容俊说：“邓桓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或许会为后赵死战到底，但他手下的那些兵可就不一样了。邓桓是统治阶级，而士兵们却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我们大军压境，士兵们肯定土崩瓦解，原地跑路。”看慕容俊还是没反应，慕容垂干脆说：“二哥，你要还是担心的话，那我愿意当前锋，秘密行军，直扑令支。等我把危险全部扫荡完了，您老再从容进军，兵临城下，这总可以了吧？”慕容俊听完之后微微一笑，还是不同意，表示：“这样吧，我再问问班子里的其他同志的意见。”随后，汉人文官首领封毅表示：“用兵之道，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早年间石虎强大的时候，咱们只能苦苦抵抗，剑走偏锋。现在时势已经衰落了，那还说什么？直接大军压境，穷兵极势就完了。”中央秘书从事中郎黄宏说：“太白金星已经给我托梦了，说现在就是天下易主的时刻，咱们可得快点出兵。您老可别服了老天爷的面子哦。”宗室将领慕于根说：“从咱们爷爷慕容伟开始50年以来，燕国又是招纳移民，又是开垦务农，又是厉兵秣马，为的是啥？不就是今天这个千载一逢的时机吗？我的大王啊，可别再犹豫了。”各方面长官对南下这件事儿都讲得激情澎湃，慕容俊却依然没有发兵。不过干工作嘛，也不能天天整力排众议那一套。慕容俊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表示从即日起挑选精兵20万，加紧训练，等待时机南下。话说回来，慕容俊宣布部队戒严之后就没了动静，一直到7个月之后，公元350年2月，慕容俊才正式发兵南下。为什么直到现在慕容俊才终于动了起来呢？因为到此时局势已经彻底明朗了。2个月前，冉闵颁布杀胡令，一刀捅穿了后赵的胸膛，羯族的统治已经奄奄一息，冉闵和后赵余党实质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无日不战的地步。冉闵的横冲直撞让华北大地暂时失去了主人。公元350年2月，在慕容俊的部署之下，鲜卑大军兵分4路直插河北。2月里的幽州和辽西仍然刮着刺骨的寒风，冷冽的空气让人清醒，也更让人冷静。从慕容俊以来，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自东亚开埠以来，1000年来能从白山黑水间入主中原的闻所未闻，而上一个试图南下的谭石槐，距今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但咱们确实得说，慕容鲜卑是极其幸运的。当鲜卑几路大军陆陆续续地到达关内的时候，同慕容垂预计的一样，后赵统治已经全面崩溃。那个本该重点防守鲜卑人的邓桓，也就是一开始令慕容俊有些担忧的后赵征东将军，一见到鲜卑人的影子，随即一把火烧毁城池，然后仓皇夺路而逃。乐安就这样不战而下，平坦开阔的华北像一幅画卷，慢慢地展现在慕容氏的眼前。随后，慕容氏的部队不做停留，全速南下，从临渠到蓟城，再到清凉，鲜卑人一路上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的抵抗，就站在了华北平原的腹地，并构筑了一张准备把冉闵和石支都吃掉的巨大包围网。包围圈内，冉闵和石支进行了殊死搏斗；包围圈外，慕容鲜卑饶有兴趣地看着双方厮杀。最终，352年永和8年4月，慕容恪在与冉闵实战失败的不利境地之下，以铁索连环马大破冉闵，将之生擒，随后送往龙城斩杀。这正是咱们在第37里面讲到的故事。皇帝被鲜卑人活捉了，这种吓人的新闻让冉魏政权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慕容部环顾整个华北平原，发现只有邺城这一处还在拼死抵抗慕容鲜卑。慕容部知道，在幽州、冀州都已经被拿下的大背景之下，邺城就是最后的战斗了。当然，在关外跟段部、宇文部、高句丽厮混的段部鲜卑，此前并没有见过气势如虹的帝都，不清楚能居住几十万六夷杂胡的邺城，它的城墙有多巨大，也不知道高耸入云的铜雀三台到底有多高，更不知道大城市攻坚战有多难打。4月底，慕容俊派遣慕容平率领骑兵10000人进攻邺城，冉闵的太子冉智和大臣蒋干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固若金汤一般的邺城让慕容部无计可施，慕容俊只能继续支援邺城战场。
5月2号，慕容俊、慕余根、黄甫真又带着步骑兵2万来到邺城之下。但是吧，大军来是来了，但如何迅速突破邺城，各方面却都是一筹莫展。同样的，感到战斗艰苦的不光是鲜卑人，邺城城内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对太子冉智和蒋干来说，城外鲜卑人的几万大军依托城防尚可防守，但城内将士们缺衣少食的困境却防无可防。在无月不战的惨烈战争之下，邺城的粮食储备早就空了。极度饥饿之下，史书中恐怖的人相食字眼再度出现。史料记载，守城军在吃光所有的东西之后，把目光放到了活人身上。石虎当年大肆搜罗天下美女，后宫储备的妃子高达上万人，而这些人都被守城部队当作干粮全部吃了。苦苦煎熬之下的蒋干不想再坐以待毙，他又集齐了5000精锐，准备对城外的鲜卑人发动突袭。然而蒋干低估了鲜卑人的野战能力，也低估了磨刀霍霍2个月的鲜卑骑兵的怒火。在慕容平迎头痛击之下，蒋干带出去的5000人当场阵亡4000余。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任何突围的希望了，继续僵持下去吧。就这样，惨烈的围城又持续了2个月。到了8月，守军终于支撑不住了，中下级军官们打开城门投降，慕容鲜卑得以顺利进入邺城。城中的景象让人震惊，士兵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满大街全是横七竖八的饿殍，腐烂的尸体和腥臭的血水在角落里发酵，被吃完而丢弃的人头骸骨堆积如山。但对于慕容俊来说，惨归惨，同情归同情，斩草除根归斩草除根。继承之后，慕容俊下令将冉魏政权的皇后、太子、太尉、司空、中书监、中书令、司徒校尉等上层建筑全部打包送到了蓟城。至此，冉魏政权彻底覆灭，华北甚至可以说中原也正式更换了新主人。而所谓的慕容氏3代强人坚若图强的崛起之路，也在这一年有了开花结果。永和8年，公元352年11月，入主邺城的慕容俊以幽州、冀州加关外的地盘为基业，正式登基称帝，史称前燕景昭帝。而就在慕容俊称帝的关键时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慕容俊称帝之时，东晋朝廷派来的使者也到了。使者本来的目的是恭喜慕容氏打败了冉闵，结果却正好撞上慕容俊自立。事已至此，慕容俊也不假客气了，给使者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天子，我虽然德才平平，但是中原无主，让我赶上了好时候。大伙儿已经决定了，就由我当这个皇帝。”不过话说回来，想当初在华北平原曾经崛起过很多政权，但无论是石虎、石尊还是冉闵、石之，相互之间动不动就是10几万大军互砍，也没见谁能迅速地攻破对方的都城。而此次鲜卑人满打满算3万人，仅用了4个月就拿下了华北第一重镇邺城。是鲜卑人比石虎、冉闵都厉害吗？答案肯定不是，无非是中原的原有力量在疯狂的内战中把自己打烂了。鲜卑人眼疾手快，摘了桃子而已。那么鲜卑人知道趁机摘桃，江南的东晋以及羌人、氐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吗？石虎死前，轰轰烈烈的良毒起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后赵各方面力量，无论是部署在关中的安西将军刘宁，还是藩镇乐平王石苞，亦或是大都督李农，全部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政府军节节败退，没办法，石虎只能放手一搏，调集其他民族武装入场平叛。这其中最重要的2股力量，就是羌人姚一仲所部以及氐人蒲洪所部。蒲洪是居住在关中的氐人，他们这一支早年间大概是没有汉化的名字。后来据说他们祖先的池塘里长出了一只茂密的蒲草，其中一株高达5丈，因此远近左右的人把他们家叫做蒲家。久而久之，蒲就变成了姓氏。蒲家慢慢生根发芽，传到了蒲怀归时代。怀归有一个儿子，将要出生的时候，正值关中地区下大雨闹洪水。怀归一寻思，不如就叫洪吧，洪水无边，蓬勃有力。就这样，咱们本期的半个主角蒲洪老先生诞生了。蒲洪跟很多胡人领袖就有一样的特征，比如不拘小节、孔武雄健、狡黠精明等等。这样的性格素质，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或许能帮他在官府混个一般官职，成为某个辖区内被汉人长官联络和控制的酋长之一。但是幸运又不幸的是，西晋八王之乱爆发了。当然，八王之乱的时候，历史的舞台还轮不到蒲洪出来表演，那时候的主角还是司马家的各个藩镇王爷。
蒲洪能做的就是散尽千金，招兵买马，成为盘踞在关中大大小小的一支乌堡壁垒。等到西晋在内斗当中同归于尽，历史舞台又被匈奴人占据。其实匈奴刘氏控制的地盘不算大，但偏偏刘耀占据了关中。等到后来刘耀在关中称帝的时候，蒲洪原本对这个匈奴人表示不服，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蒲氏其他贵族的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不得已向匈奴人低头了。由此可见，又是散尽千金招兵买马，又是对其他胡族表示不服的蒲洪老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颗隐隐躁动的野心。东晋咸和8年，公元328年，刘耀因为喝大酒被截胡在战场上活捉。9个月之后，截胡从函谷关一路追杀到甘肃天水，彻底摧毁了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政权。关中地区又换了新主人，没办法，蒲洪又只能再一次低头，归顺后赵。公元333年，石勒去世，石虎夺权。为了消灭反对派，石虎亲自率领大军兵临城下。石虎本人就在长安驻扎。本来想趁机对抗后赵的蒲洪，只能再次投降，又归顺了石虎。一直以来，像蒲洪这样的地方豪帅，由于人士众多又树大根深，因此无论任何政权扩张到此处，都要拉拢他们。所以，即便城头变换大王旗，他们也是没有多少损失的。至少，蒲洪在过去长达30年的时间里，来来回回改换阵营，也没有什么事实上的负担。但不凑巧的是，现在大魔王石虎来了。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再到晋准之乱，2赵争霸，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物质基础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石虎为了充实中原地区的实力，也为了加强对其他胡人豪帅的控制，大手一挥，要求关中地区像蒲洪这样的部落酋长带着族人全部迁徙到首都邺城附近，让几十万人抛弃生活了几百年的家乡。蒲洪他们愿意吗？当然不愿意。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抗石虎吗？毫无办法。不过蒲洪毕竟是不太安分的酋长，在与石虎开会讨论迁居事宜的时候，蒲洪表面上表现出配合的姿态，但却又在措辞中小小的威慑了一下石虎。他说：朱棣部落都是我蒲家的部区，我蒲洪率领他们归顺，谁敢违抗？随后便是漫长的跋涉。蒲洪率领族人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三秦地区，一路向东走了1200里，来到了黄河旁边的方头。这里离后赵的政治中心襄国邺城比较近，更方便石虎对蒲洪这样的酋长的控制，也更方便石虎调用低人的力量。同样的，在襄国的不远处，羌人姚一仲所部也被石虎从关中强行迁居至此，被安置在了社头。安置到方头之后，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蒲洪面对石虎打也打不过，躲也躲不过，只能偶尔发作一下脾气，彰显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存在感。比如在石虎大兴土木的时候，蒲洪义正言辞地怒斥石虎说：夺人妻女，圈地打猎，大兴土木，得政不修，你丫就是个昏君呐！石虎听了这话当然很不爽，但又觉得蒲洪人多势众，也没啥大的错误，杀也不能杀，放也不敢放，最后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石虎和蒲洪这2个无奈的酋长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拧巴着过日子，直到有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了蒲洪耳朵里：石虎病重，快死了。对待蒲洪这样的部落豪帅，最好的办法就是搁置，时间会冲淡一切矛盾。石虎比蒲洪年轻10岁，他原本打算用自己的年龄优势把蒲洪耗到自然死亡。等到送走了蒲洪，那么接下来石虎就可以见招拆招，兼并低人部众了。结果公元349年，64岁的蒲洪率先一步把54岁的石虎给送走了。而且石虎临死之前似乎脑袋瓜子有些不清醒，犯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即由于平定梁都之乱有功，蒲洪被石虎任命为车骑大将军，都督秦雍2州诸军事，任雍州刺史。要知道，蒲洪从小就是从关中长大的，现在移民方头的老一辈低人贵族都是三秦子弟。石虎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他和他的部众从秦雍2州调到中原，结果临死之前却要把蒲洪放虎归山，只能说石虎人到晚年，昏招频出。石虎脑子瓦特了，年轻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冉闵和后赵继任的皇帝石遵认为这个任命非常危险，大魔王石虎一走，谁也镇不住蒲洪，所以绝对不能让低人回关中。因此石遵撤回了石虎对蒲洪的任命，罢免了蒲洪秦雍2州都督的职务。眼见着到手的大礼包又被撤回了，蒲洪对此非常愤怒，
反正石虎已经死了，后赵也摇摇欲坠了，人生憋屈了50年，也到了该振臂一呼造反的时候了。于是蒲洪连夜秘密从邺城回到方头，召集氐族部众，宣布即刻起从后赵独立出来，并且遣使向东晋投降，直接在黄河沿岸割据了。当然，我晋方面的反应也是很快的，旋即授予蒲洪帝王史师节征北大将军、都督黄河以北诸军事等职务。等到蒲洪独立这一变故发生的时候，后赵的皇帝已经不是石遵了，石遵早就死在了哥哥石建的手里，现在的新皇帝是石建。石建刚上位，根基不稳，很害怕蒲洪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急忙改口，又同意了对蒲洪都督秦雍2州的任命。不过此时蒲洪已经懒得搭理后赵了。就在蒲洪为本民族独立而准备对抗后赵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后赵大将军冉闵杀了皇帝石建，又颁布了一个杀胡令，一夜杀截胡统治阶层20万人。形势的发展对蒲洪来说更加喜人，原本令人畏惧的中央政府已经被冉闵摧毁了，原本强大的截胡军团也已经被冉闵杀穿了。各地如蒲洪一样的豪帅们瞬间失去了枷锁，他们纷纷以反对冉闵屠胡为名义割地自首，变身军阀。同氐族蒲洪一样，后赵的崩溃也开始促使羌人思考命运应该何去何从。羌人姚一仲跟蒲洪年纪差不多，俩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跟蒲洪一样，也是当年匈奴人完蛋之后被石虎强行迁居至中原的胡人部落。同蒲洪一样，人到晚年的姚一仲也意识到眼下是建立本民族政权的时代窗口。同蒲洪一样，他也瞄准了关中这个老家，并且做好了抢占关中的准备。为了占得先手，姚一仲率先发难，对潜在的敌人蒲洪发动了攻击。这场战斗在史书中的描述只有寥寥数十字，即姚一仲派遣儿子姚襄率领5万人马进攻蒲洪，蒲洪迎击大破之，斩首3万级。在350年前后，相比于鲜卑人一日千里的南下，后赵排着队的杀皇帝，冉闵一夜屠胡20万，羌氐之间的这场战争属实算不上是大新闻，但这场战斗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它意味着五胡当中氐羌这2个有争霸实力的民族，其胜利者氐人携战胜之威一骑绝尘，开启了风风火火入关中做王上的星辰大海，并开启下一个属于前秦的时代。而失败者羌人却被打得丧失了争霸的资格，晕头转向，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找不到归宿，只能在晋、秦、燕之下厮混，在河洛淮之间流浪。击败羌人之后，蒲老先生的野心更加膨胀，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3秦王，并且由于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谶语叫做草父应王，而且自己的小孙子阿坚一出生背上就有草父的纹样，这就更加坚定了蒲洪老先生的信心。于是他把蒲改成了符，叫符洪，而那个背上有纹身的小孙子阿坚就是后来的苻坚大帝。此刻的符洪春风得意，他还不太想进入关中，他还想趁着中原混乱继续从后赵身上撕扯下来一些油水来。蒲洪骄傲地跟博士胡文说，孤带兵10万占据形胜之地，后赵冉闵、燕国慕容俊、羌人姚一仲、姚襄父子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孤取天下简直比汉高祖刘邦还容易。然而就在符洪大放豪言壮志的时候，一个叫麻丘的哥们儿探头探脑的站了出来。根据16国春秋记载，麻丘太原胡人，是后赵羯族军团里面的一员大将，在石勒朝中做到了征东将军，在石虎朝中做凉州刺史。据说此人生性残暴狠毒，如果有小朋友晚上哭闹不止，当妈的就会以麻胡来了来吓唬人，小朋友听了立刻就不吱声了。此外，麻丘跟符洪还颇有渊源，当年石虎经略关中的时候，是麻丘出面击败了蒲洪，石虎才有机会将氐人蒲氏纳入自己的麾下。一直以来，麻丘都奉命驻扎在关中。然而当邺城发生连环政变之后，冉闵命令麻丘率军返回，加强首都保障。也正是在返回的途中，麻丘与符洪的氐人大军遭遇，3下5除2的战斗之后，麻丘被符洪俘虏。出于多年的交情以及对麻丘能力的认可，符洪把麻丘留在了自己身边，委任为军师将军。投降符洪之后，麻丘也表现得很坦诚，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原混乱，一时难有大的进展，但关中就不一样了。我是后赵部署在关中地区的军事长官，现在我已经带兵离开，关中空虚，这正是大王您
进取关中、图谋天下的大好时机呀！蒲洪听了很开心，认为麻丘已经是自己人了，但麻丘老哥显然不这么认为。不久之后，麻丘精心组织了一场酒会。麻丘一开始的设想是在宴会上直接结伙了伏洪，然后再趁机兼并敌人部众，自己有了敌人这支队伍，不就成了能纵横天下的一方军阀了吗？想当年石勒大帝兼并王弥的刘民军，不就是在酒桌上手起刀落，咔嚓一刀砍了王弥的脑袋吗？于是自以为机灵的麻丘在伏洪的酒里面悄悄下了毒。伏洪老先生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就在酒桌上美滋滋的喝酒，但喝到一半就感觉不对劲了，意志昏迷，奄奄一息。他这才反应过来麻丘的诡计。当然伏家人的反应也很快，在自己的地盘上哪能真的让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户就把部队给兼并了。伏洪的儿子伏建紧急赶到酒会现场，二话没说就把麻丘的脑袋割了下来送给父亲。老伏同志没想到自己竟然被麻丘摆了一刀，非常后悔。弥留之际，他给儿子伏建说，我之所以迟迟不进关中，是因为我以为我能拿下中原，没想到今天会被麻丘这个东西给害死。中原乱局不是你们兄弟能搞定的，听我的，我死之后你立刻率领大家紧急入关。说完，老伏先生就魂归上天了。小伏同志也就是伏建，此刻根本来不及悲伤，摆在他眼前的是一支群龙无首的10万大军，一个几十万规模的敌人民族，一片烽火烈油的中原战场和一个遥不可及的关中。到底该怎么办呢？一时间没有头绪的伏建只能做点务虚的工作。他知道首领突然离世对部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此时务必要保持低调，不要招惹到别人的目光。于是他废除了父亲当年自称的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的称号，而是改称晋朝授予的那些官号，并派人专门去给东晋朝廷报丧，并请求东晋给出下一步工作的指示。伏建是铁了心的要归顺东晋朝廷吗？当然不是，因为在另外一方面，比敌人过得还惨的截胡，他们的最后一任皇帝就是那个跟冉闵打生打死的石之，也发现了伏家的动向，并象征性的赐予了伏建官爵，想要以此来试探伏建的态度。尽管石之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但伏建依然继续保持低调，向石之展现出顺从的姿态，对任命照单全收，成了名义上的后赵臣子。现在伏建终于有精力看看关中的情况了。麻丘等将领离开关中之后，关中的军事防务交给了二把手杜洪。杜洪上任之后一看，整个中原地区那样一个热闹，后赵完蛋了，冉闵屠胡了，敌人独立了，慕容南下了，自己再坚持给后赵卖命也没什么意义，于是他也宣布独立，自称是晋朝的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也就是说，杜洪已经在事实上占据了关中，伏建想要入关就必须一击必中，不然既抛弃了中原方头根据地，又没有能实现进入关中的战略目的，那就会变得像羌人、姚襄他们那样孤魂野鬼，无家可回。为了稳定住各方势力，尤其是麻痹占据关中的杜洪，伏建放出一个烟雾弹，表示方头是个好地方，我们敌人是不会离开的。而且为了坐实这种论调，他还组织族人抓紧时间耕地，要求大家不要错过了时令。更有甚者，有一部分私下了解伏建意图的贵族故意消极怠工，不种地，伏建二话没说就把他们全部斩杀，用以严肃纪律。永和6年公元350年8月，蒲洪去世后4个月，当各方面势力对敌人放下警惕之时，伏建突然下令所有氐族人民即刻启程西迁。就这样，连兵带民几十万人全部奔向关中。当大部队到达孟津的时候，伏建一方面架设浮桥过黄河，一面部署部队进行进攻关中，命令弟弟辅国将军伏雄率兵5000从潼关西进，命令侄子杨武将军伏京率兵7000由河东西进。临别之时，伏建握着伏京的手说，如果大事不成，你死黄河之南，我死黄河之北，不到黄泉不复相见。随后伏建一把火烧掉黄河浮桥，亲自率领民众往西面赶去。但那个割据关中的杜洪听说了敌人的动静之后，却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反而还写了一封信侮辱伏建，建议他洗干净脚丫赶紧跑路。不过呢，杜洪也就是嘴上不饶人，等到伏雄到达潼关的时候，只有5000人的伏雄强势击败杜洪13000人，顺利渡过潼关。
杜洪本来就不是一方豪强，在关中的经营时间也不长久。敌人大军一入潼关，杜洪在关中的统治便瞬间解体。杜洪的弟弟杜预率领主力部队投降福建。关中大大小小的胡人豪帅，诸如氐族毛寿所部、羌族白独所部，纷纷归降。伏氏8月到潼关，9月，整个三府地区在福京的攻略之下，除长安之外，基本上全部投降。10月，福建率领主力到达长安城下，开始进攻。11月，长安城破，福建进城，杜洪在混乱中仓皇逃跑。至此，这场发生在石虎死后，第一人伏氏先脱离后赵，在事实上独立，然后又启动生死归乡路的大戏，也终于迎来了最终章。在蒲洪去世后7个月，福建完成了先父的遗命，率领第一人占据了关中。2个月之后，公元351年正月20，福建在关中自称天王，大单于，立国号为大秦，改年号为皇始。16国当中的第6个政权前秦正式诞生。1年之后，352年正月，第一人已经彻底稳固了在关中的统治，福建则毫不客气地再次给自己升官，由天王正式称帝，史称前秦明皇帝。到此为止，石虎死后，北方崩溃的格局终于在剧烈又血腥的动荡之下渐渐安稳下来了。公元349年4月，石虎死，紧接着是冉闵屠胡一刀子捅穿了后赵，然后又跟后赵余党石支展开殊死较量。公元351年4月，石支死，后赵亡。冉闵打死了后赵，鲜卑人黄阙在后又活捉了冉闵。352年4月，邺城城破，冉魏灭亡。对慕容鲜卑来说，入主中原是本民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业。凭借着关外的辽西、辽东和关内的幽州、冀州，公元352年11月，慕容俊也破格升级，正式称帝。而氐族伏氏的故事刚才已经讲过了。公元352年正月，福建在长安正式登基。第一次中央政权崩溃的时候，从八王之乱爆发到后赵统一北方，大约是用了25年的时间。而第二次后赵的崩溃，各方势力瓜分后赵的尸体，却只用了短短3年。就是这短短的3年，南北对峙的格局就演化成了三国鼎立。也正是因为这短短的3年爆发的密集的历史事件，想要真正说清楚，连上前因后果，咱们前后共用了5期视频。视频的最后，说一说那个没跟上时代潮流的羌人吧。跟敌人狠狠磕了一下子，但却遭遇重大失败的羌人，首领姚襄承接起父亲姚一仲的基业，率领无家可归的羌人在淮河流域游荡。为求生存，他们投降了东晋朝廷。对东晋来说，有了羌人姚襄这支带路党，东晋也就有了顺势开启北伐的顺势时机。公元352年9月，即慕容俊称帝前3个月，苻坚称帝之后9个月，东晋朝廷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贾节都督杨、豫、徐、兖、青5州军事，正式开启北伐。北伐前，王羲之专门给殷浩写信，苦口婆心地建议他：当初石虎刚死，北方崩溃，你们拦着桓温不让北伐，现在乱局已定，鲜卑人和氐人已经独立建国，北伐几乎没有了任何优势。这种局面，朝廷打也打不赢，还不如不打。希望朝廷的大人物们不要再白白浪费朝廷的钱粮人命了。当然，朝廷也不会理会王羲之的言论，毕竟一个小小的右军将军，怎么能体会高层们的意图呢？公元353年，东晋永和9年3月初3，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的代表，在会稽山下与当朝权贵们饮酒赋诗。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挥毫泼墨，写成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然而，在饮酒的间隙时刻，王羲之一想起殷浩北伐的重大失利，总是难以掩饰眼中的没落。他忍不住去想，如果能让桓温去北伐就好了。